Good morning， 我们今天出酒店了，开启巴塞罗那的第一天。对于虫总来说是第一次巴塞罗那。心境はどう？普通？あんま初めて来たイメージじゃないよね。あ、そうなんだよね。来到巴塞罗那之后，有一个地方几乎绕不开，那就是高迪留下的建筑。即使只是经过，也会忍不住停下来看看。不过，比起了解它的历史，我们更喜欢观察它和这座城市相处的样子。有人拍照，有人在赶路，有人坐在街边的咖啡，而这些建筑早已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。如果说建筑是巴塞罗那的名片，那么街道可能才是我们最喜欢的地方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并没有特别规划路线，只是沿着街道慢慢地走，看看橱窗，看看路人，看看这个城市喜欢什么。在这家中古店里，摆满了各种复古的服饰和包包，有些款式甚至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。时间好像在这里慢了下来，流行会不断变化，但有些东西总会留下来。走着走着，我们又被一家家具店吸引了兴趣。巴塞罗那有很多这样的小店，每一家都有完全不同的风格，有的带着地中海的气息，有的又融合了北非的元素。即便什么都不买，光是逛逛，也会觉得很开心。后来我们发现了一家特别可爱的玩具店，店里摆满了各种复古玩具，有些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，但看到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停下来。原来童年的回忆真的不需要翻译。旅行的时候，塔卡奇总会发现我突然停下来，因为总有些画面让我忍不住想记录下来。而这家店是我们今天最喜欢的一家。刚开始只是被门口的陈设所吸引，结果一进去就待了很久。店里的很多作品都是店主亲手设计和制作的，首饰、摆件、灯具、衣服，每一样东西都带着鲜明的个人风格。后来，店主还向我们介绍了一盏他亲手制作的灯，从材料到光线呈现出来的效果，每一个细节都藏着他自己的想法。会发现他谈起这些作品时，眼睛一直是亮的。虽然语言不完全相通，但还是能感受到他对这些作品的喜欢。有时候旅行最难忘的，其实不是买了什么东西，而是认识了一些有趣的人。离开的时候，我们还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继续往前走，又是一栋漂亮的建筑。慢慢发现，巴塞罗那的美感并不只存在于某个景点，它藏在建筑里，藏在橱窗里，也藏在人们对于生活的细节里。来到巴塞罗那之前，我们以为最期待的是那些有名的建筑，结果真正让我们停下脚步的，反而是这些街边的小店。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风格，每一家都不像连锁。走在这样的街道上，总会让人忍不住想继续往前看看。路过一座普通的天主教堂，我们也走了进去。在欧洲旅行的时候，最有趣的常常不是地图上必去的景点，而是这些突然出现在街角的教堂。在巴塞罗那，好像连最普通的一间教堂都会让人忍不住走进去看看。继续散步，来到了预约好的时间，我们走到了圣家堂。即使已经看过很多次照片，
当你站在它面前的时候，还是觉得很震撼。来到这里之前，我们已经在巴塞罗那走了一整天，看过了很多店、很多街道、很多有趣的人，而走进这里的时候，还是忍不住安静了下来。阳光透过彩色玻璃洒进来，整个空间都变成了不同的颜色。有那么一瞬间，甚至会忘记自己是在看一座建筑，更像是走进了一场光影的表演。走了一整天之后，我们决定去山顶看看巴塞罗那。地铁、缆车、公交车，我们慢慢离开城市的中心。这也是旅行里我很喜欢的一部分，不只是看风景，而是在去风景的路上。Hi. Hello. Hello. Welcome to the castle. How do you feel now? Feel invigorated, ready to go. Holy. I feel holy. 终于来到山顶， Church. 站在这里，整座城市都铺展开来，从街边的小店到热闹的广场，从普通教堂到圣家堂的彩色光影。这一天我们走了很多路，也看见了很多不同的巴塞罗那。当然，旅行里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吃饭。走了一整天后，我们来到了海鲜市场。He thought he was doing really good, right? I don't mind if the camera is not on you. Alright, oyster and caviar. Cheers! 点上几样喜欢的东西，和朋友一起聊天喝酒。有时候，旅行最开心的时刻，其实就是这样。回想这一天，我们好像并没有刻意寻找什么，只是一路散步，一路停下来看看，看看喜欢的店，看看有趣的人，看看这座城市的样子。而巴塞罗那最吸引我们的，也许正是这一点，它总会让人放慢脚步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发现一些意料之外的美好。这是我们在巴塞罗那的第一天，
也是这趟西班牙旅程的开始。